Hello， 大家好，我是钱锋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贼王》剧场版《强者世界》。一艘巨大的如同空中岛屿一般的海贼船从某个海军基地上空缓缓飘过，在这艘海贼船的前方有数十艘海军军舰，如同受到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驱使一样漂浮在空中。天空中传来恶魔一样的笑声，卡普和战国表情严峻，如临大敌。海贼王，戈尔迪罗杰时代的幸存者，一代传说级别的人物，曾经自断双脚从海底监狱推进城越狱出来的大海贼，金狮子史基居然现世了。看来伟大航路即将迎来一场血雨腥风。伟大航路的某个航线上，路飞等人通过报纸得知，东海某岛发生了大危机，城镇一夜之间接连灭亡。虽然暂时与路飞和娜美山治他们生活的地方无关，但他们依然很担心家乡的安危。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笼罩在草帽团上空，大家抬头一看，一个如小岛一样大的出奇的海贼船从桑尼号上空飘过。在大家正对这个能在空中航行的巨型海贼船啧啧称奇的时候，对天气变化十分敏感的娜美突然感觉到大风暴要来了。路飞于是好心的提醒了那艘巨型海贼船。海贼船的船长金狮子史基立刻问手下的航海士怎么回事。航海士说他们并没有发现天气有异常。话音刚落，航海士们就被啪啪打脸，天空瞬间阴沉下来，乌云密布，风暴奔来。好在史基的船员立刻调转船头，紧跟着草帽团桑尼号的逃走路线，这才勉强躲过了风暴。被打脸的航海士们直接被史基干掉了。史基对拥有预测气象天赋的娜美很感兴趣，立刻动身来到桑尼号上。为了得到娜美，史基骗路飞他们说会带他们回去东海，然而实际上是将桑尼号扶起来带到了自己在空中的群岛基地。然后史基趁着草帽团没注意的时候劫持娜美，一招毒蛇飞到空中。路飞等人准备各自使用能力追击，但史基的能力明显更加 bug， 他直接将草帽团的几个人各自打散，飞到了不同的漂浮岛上。此时路飞一个人爬到一座高山的山顶，从山顶俯瞰下去，能看到山下一层一层的云海，以及好几座漂浮在空中的浮动群岛。路飞瞄准一座漂浮的群岛跳了下去，虽然不知道伙伴们会在哪里，但一座岛一座岛的寻找，应该就能找到他们了。结果路飞刚刚着陆，就被一只大的出奇的鳄鱼疯狂追杀。路飞跳上一棵大树，躲过了鳄鱼后，旁边又出来一条巨型章鱼。章鱼将鳄鱼抓起来殴打一顿，然后狂奔着向路飞追来。路飞跑到一处荒地，一只如同进击的巨人一样的大螳螂迎面扑来。路飞往旁边一躲，螳螂冲向巨型章鱼，将它的触手切碎干掉。这时候又跑出来一个大狗熊，将螳螂捏住打倒。路飞看着这一场巨大动物的厮杀，都看呆住了。这个岛是怎么一回事啊？愣神的功夫，大狗熊向路飞冲过来，路飞立刻迎战。没想到大狗熊速度奇快，一下子就躲过了路飞的攻击，还给了路飞一巴掌，将路飞扇飞。路飞只好启用3档，这才把大狗熊放倒。另一边，罗宾、布鲁克和弗兰奇闷骚3人组遭遇了恐怖蚂蚁群的攻击。一条巨型鱼从水里跳出来的时候，被蚂蚁群疯狂啃得只剩下骨头，这震惊了3人。不过因为布鲁克没有肉，蚂蚁群理也没理他，直接冲向弗兰奇和罗宾。布鲁克十分愤怒，正面迎击蚂蚁群，一招斩击将蚂蚁群全部斩杀。大家都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岛，岛上的动物们都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进化，互相之间完全就是弱肉强食的一种厮杀。娜美被史基抓走之后，被软禁在一个环境优美的住宅里。史基想让娜美入伙，娜美当然不会同意。抛开伙伴羁绊、前途梦想这些东西不谈，谁会愿意和一个搞怪大叔搭伙呢？史基告诉娜美，他一直以来都在研究生物进化。这个岛上原本就栖息着成千上万进化了前所未有的进化的生物，这一切都因为岛上有一种名为 IQ 的植物。这种植物能够刺激动物的大脑，并根据不同的环境催生不同的进化。金狮子则把岛上所有的 IQ 占为己有，然后研制出了新型药物 SIQ。 只要将这种药物注射到动物体内，就能让动物产生战斗力方面的进化，持续注射还能增强它们的凶暴性。史基准备把岛上的动物都变成残暴的战斗武器。不过手下带来的一只进行了药物试验而进化的带着凤凰尾巴的鸭子，居然能够进行放电攻击，但看上去似乎一点儿不残暴，反而很呆。史基很不喜欢，无情地将鸭子抛弃。娜美于是将它收留保护起来。史基告诉娜美，他有一天一定会求着加入自己的海贼团的，因为同伴之间会有求必应的。
娜美则坚定地说，绝不可能，自己的伙伴一定会回来救自己。然而伙伴们为什么还不来？一想到岛上那么多凶残的进化生物，娜美就一阵阵的担忧。娜美的担忧不无道理，山治和乌索普这边就遭遇很多怪兽的袭击。这里不仅有大的出奇的巨型野兽，还有一种小小的长得像牛一样但速度比火箭还要快的小怪兽。山治应对大型怪兽还能过几招，但是遭遇这招速度奇快的小牛怪兽，山治就没招了。这种东西速度快数量多，一顿如导弹般的轰炸后，山治和乌索普所站的悬崖就断掉了，二人随着断崖掉入下面的河流中，失去知觉。另一方面，路痴达人索隆和草帽团吉祥物乔巴已经在雪地里走了好几天了。幸运的是，这一天他们遇到了来雪地里寻找 IQ 植物的小美。索隆把小美从怪兽的血盆大口里救了下来。小美则告诉索隆和乔巴，走出雪地其实只要半天。乔巴看了看索隆，说：“这几天都是你在指路吧？”小美把索隆和乔巴带到了自己居住的村子里。当接近村子边缘的时候，乔巴他们骑坐的猛犸象突然发飙，丢下他们之后转身就跑了。乔巴也感觉到异常的难受。原来村子的边缘栽种着一种胡萝卜一样的植物，这种植物散发出来的味道可以驱散那些野兽，避免怪兽侵入村庄。但是人如果长期吸入这种植物散发出的气味，就会慢性中毒，身上会长出绿斑，最后绿斑蔓延全身，长着绿斑的地方就变得僵硬，人就这样慢慢死去。而唯一能治疗这种疾病的药必须从 IQ 里提取，但是因为史基霸占着岛上的 IQ， 村民们就无法得到大量的 IQ 来治疗疾病。小美之所以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跑到雪地里，就是为了寻找这种植物给奶奶治病。乌索普和山治被村子里的村民救了起来，二人发现这里的村民有一些异样。山治愣了很久，说这里居然没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啊！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里的人手臂上都长着翅膀一样的东西。把他们救起来的大婶说，他们这里的人都长着这个东西，因为男人们和年轻的女孩子都被召去了史基的宫殿里，村子里缺乏劳动力，所以人们的生活很贫苦，吃不饱饭，大家都很瘦。而且史基还安排监控电话中监控村民们每天的生活，如果有人敢反抗他，就完蛋了。山治和乌索普告别了大婶，往村子里走去，很碰巧的碰见了乔巴和索隆。娜美在新宠物电动可达鸭的帮助下，成功的由游泳池的地下水道偷偷溜走，从史基的王宫里跑了。史基知道后颇为愤怒，立刻派遣人手出去搜寻。娜美由水道潜入海里，又从海底穿出去，到了下面的一座岛上。在这里，娜美终于遇到了最不靠谱的船长路飞。路飞看到娜美后十分兴奋，全然不顾自己身后还跟着3个巨型节肢怪兽，大叫着向娜美跑来。娜美吓得转头就跑。关键时刻还是电动可达鸭冲了过去，一击10万伏特将3只怪兽放倒。路飞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能放电的帅气宠物，可能他是想起来曾经近乎无敌，但偏偏败在自己手下的空岛统治者雷神艾尼路了吧。娜美和路飞乘坐电动可达鸭来到了小美所在的村子里，与索隆、山治等人会合。结果不巧的是，被埋伏在村子里的监控电话虫拍到了影像。史基得知娜美在村庄里，很高兴，立刻准备动身去将娜美再次绑架回来。弗兰奇驾驶着自己临时改造的龙虾哈雷摩托车，载着罗宾和布鲁克一路漫无目的的搜寻，结果居然来到了一处海贼聚集地。罗宾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那就是今世的史基打算摧毁整个东海。之前报纸上报道的东海事件也是史基搞的鬼。今晚过后，史基就准备将那些进化后拥有战斗能力的动物们运送到东海，在东海进行破坏。而史基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威慑世界政府，让世界政府对他投降。而就在今晚，史基还有一场预热演出，那就是将这岛上唯一的村庄毁掉。这个村庄不用说，指的就是小美他们生活的地方了。史基已经找到村庄，准备从草帽团手里硬抢娜美。路飞他们当然不会向史基低头，结果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史基一个人对战草帽团3大主力，外加乌索普和乔巴。草帽团的5人配合十分默契，但史基的实力明显胜出了，不是一筹两筹。只见他手腕一抖，瞬间地动山摇，土地卷起来变成了狮子头，咆哮着冲向草帽他们。草帽用机关枪突围，山治和索隆一起跳起来。索隆站在山治的脚上，山治一招空军动力踢，将索隆送向史基的方向。乌索普则用子弹掩护，史基躲过乌索普的远程攻击，然后挡下了索隆的3刀流，告诉他们这种小人物连杀敌的价值都没有。土地如蟒蛇一般疯狂蠕动，
将路飞等人吞入其中。然后土地又旋转起来，烟尘过后，一切回归平静。娜美看到路飞5人已经失去知觉，被困在土地之中。实际的目的很简单，他对东海出手也只是为了威胁世界政府。如果娜美加入到他的旗下，他就不会再对东海攻击，当然也不会再伤害草帽团。娜美为了家乡和伙伴，只好答应加入史基的海贼团，帮助他抵抗海上风暴。史基十分大度地留下一个留声贝壳，让娜美最后留下几句话给伙伴们，算是对他们的告别。娜美拿过贝壳说了几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跟着史基离开了。接着金狮子海贼团的预热节目开始了，史基的船员们将村子周围的萝卜形大树全部推倒。史基手下的干将星星哥一边捶打胸口，一边发出咆哮，将岛上的怪兽们引向村子。弗兰奇和罗宾、布鲁克赶了回来，将路飞等人从土堆里救了出来。山治从娜美留下的留声贝里听到了娜美真正的想法，大家准备前往史基的基地救出娜美。另一边，娜美用炸药炸毁了史基王宫周围的萝卜树，想用这种方法把怪兽也引进王宫里来。史基知道后，将娜美抓了起来，然后带领着投靠他的海贼们向东海进发。然而让史基没想到的是，草帽团等人驾驶着桑尼号竟然很快追了上来。在史基的王宫里，他们全员穿着如同黑手党一样的西装和风衣，手持各种武器，在史基的王宫里大肆破坏。接着伙伴们掩护路飞，路飞直奔史基一拳打过去，史基转头就跑，路飞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这一边电动可达鸭赶来救娜美了，娜美让他赶紧用身上的电火花引燃炸药，将王宫周围的萝卜树炸毁。电动可达鸭立刻行动，点燃了炸药。乌索普和乔巴通过电动可达鸭的电光找到了娜美的位置，将娜美救了下来。乔巴发现娜美由于太接近萝卜树，中了萝卜树的毒，浑身长满了绿色的斑点。由于炸药爆炸炸到了萝卜树，怪物们向王宫蜂拥袭来。乌索普和乔巴立刻带着娜美逃命，而怪物们冲破宫殿的大门，在宫殿里横冲直撞，见人就追。布鲁克和弗兰奇等人奋力对抗，罗宾则因为对抗一只巨大的8大狐，中了他身上的毒，然后被史基手下的星星哥给绑走了。娜美现在身上的绿色斑点蔓延很快，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解药。史基对娜美十分愤怒，追了过来，打算干掉她。他召唤出许多狮子头，施了大招狮子微玉锁地卷，准备一招干掉娜美和乌索普。关键时刻，路飞追了上来，喷气手枪将史基的大招化解，让乌索普和乔巴带着娜美赶紧逃走。紧接着路飞2档冲过去，一招喷气手枪将史基打飞。路飞喊来电动可达鸭做助攻，自己乘坐在他的身上，就可以和史基在空中战斗。2人的大战一触即发，乌索普和乔巴带着娜美误打误撞来到了史基的实验室。这时史基手下的科学家爆炸头站出来，他已经研发出了解药，不过想得到的话必须要打倒他。这时索隆站了出来，干倒爆炸头对索隆来说简直小菜一碟。爆炸头释放化学杂耍球袭击索隆，索隆用3刀流一一挡下。接着索隆化身3头6臂的修罗，大招鬼泣9刀流阿修罗，眨眼间就将爆炸头打败了。这样一来，娜美的解药就被抢到手了。史基手下另一员大将星星哥绑架了罗宾，山治看到后恨得牙龈都要咬裂了，愤怒地冲上去，一招野蛮肉踢就将星星哥打得站不起身来。乌索普和乔巴给娜美服下了解毒剂，娜美醒来后立刻发现空气中正在骤变的气压，看来暴风雨要来了。娜美顿时想到了一个可以干掉金狮子海贼团的办法。路飞这边，他乘上电动可达鸭，和史基边飞边打，场面十分激烈。史基一招斩波将海水劈开，然后他控制海水将路飞和可达鸭关在里面。史基准备给路飞来个痛快，手下的航海士却打来电话，告诉史基暴风雨马上来临，请求将岛屿向东边移动。史基点头允许，而这一切都是娜美的计策。他们劫持了航海士，逼他向史基通报假消息，而史基也不知道咋地，明明路飞已经被困在水牢里了，还非得将路飞的水牢破坏掉。路飞和电动可达鸭从空中坠落，这时史基发现有点不对劲儿，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史基再怎么蠢也知道自己中套了。而另一边，娜美现身向史基提出挑战，路飞也赶来帮忙，他使用3档巨人战斧，巨型脚掌从空中落下，夹杂着暴风雨中的闪电，狠狠地砸向史基。在最后一刻，史基想起来了自己的老敌人罗杰。弗兰奇启动桑尼号，带着大家逃离，电动可达鸭冲下桑尼号去找路飞。最后的结果当然也是皆大欢喜的，路飞和伙伴们团聚，而史基的空中岛屿则纷纷落下来，金狮子王国宣告破灭。一代传奇人物金狮子史基再次被海军抓获。
我只想说，史记放的不只是水，而是海。